可是当时苏派他告诉你的，偏偏就是这些条条框框，就是这些规则，所以你知道学完之后会让你没有办法去看别的那种奇怪的绘画。12, 11, 10, 9, 8, 7, 6, 5. Welcome to Painterville 真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们今天一上来，我们就要先澄清道歉一件事情。就在上一期啊，画家跟绘师的差别的那一期里面呢，我们用了一个影片，当时我们上面的来源啊写画99，后来经过广大网友提示，原来这个画99只是一个搬运账号，原作其实是来自于 B 站的一个绘师圈的教学大神，叫i条条 i， 所以我们在此特别声明一下，对于我们的误植，我们感到抱歉，然后谢谢广大的网友的提示。节目开始之前，我不免说先来一下我们的工商服务时间。嘉欣，你觉得这张画怎么样？很写实，很棒啊！这张画很写实，很棒哦。你猜这我几岁画的？15岁，15岁的时候是国3吧，对不对？哦，但其实这张画是我接近18岁，我17岁的时候画的。这是你的毕业纪念册？对，我的那个我们叫毕业画册，因为美术班有毕业画册。你觉得怎样？画得很认真，画得很刻苦。对，好，对，这的确是画得很认真，画得很刻苦，耗费了我几个礼拜的时间来画这一张日夜兼程的感。为什么我今天要搬出这样的一张画呢？它跟我们今天所要聊的主题非常的有关。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中国的主流美学到底是怎么来的。副标题是 Dash 苏派的前世今生。那我搬出这张画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在画这张画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苏派的修行者，等于说我是苏派中人。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说看到当时中国的一些写实画册，然后我突然发现我自己没办法做到。而我当时在台湾找的很多画师，其实他们都没办法教你画得很写实，你只能学到那个老师的一种独到的风格，但是你没办法画出一种让所有人都折服的像。而我当初因为这个原因，我跑去找了苏派的老师。我当时的第一个苏派老师是从列宾美院回来的老师。列宾美院就是所谓的苏派本营的那一个美院，圣彼得堡列宾美院。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究竟这种学习跟训练，它那个时候是怎么成为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的这种美学标准。所以它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假如你说变成这样，意思是它原本其实不这样。从近代化开始之后，西历东渐，西方的技术、西方的一切价值观，在深刻的影响亚洲。从那个时候开始，亚洲的画家他们本身也产生了一些改变，但是当时的改变，学习的对象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苏联。他们当时是学谁？其实最早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学日法。民国时代，包括清朝晚期，真正想学还是法国，因为毋庸置疑的是，那个时代的法国绝对是全世界的艺术首都嘛。那日本也学法国。看你有没有那个条件到巴黎，如果你没有那个条件到巴黎，你就会思考说，那我可不可以先在日本先学？反正日本也是学这一套，所以我跟他们学也没有关系。所以它的原因其实是在这里。当时学的有谁啊？比如说我们讲的明初最有名的这个4大校长，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颜文良，这4位是当时的4个校长。像徐悲鸿自己本身是先去到日本，回来之后再去法国。那林风眠他是直接去法国。那这些全部都是有这种海外背景的人回来担任当时的美院校长，进而引导民国时候的美术风气。所以可以说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苏派的诞生，根本没有苏派的影响，顶多啦就是那些内战打输了、打输红军的这些白俄到上海可能有教画那些的。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这时候一定有观众心想，已经是49年了，这有什么好说的？中共建政1949，但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其实也不是。最刚开始的时候，49年建政的初期，那个时候的诸多画家其实还是以前日法留下传统的画家去画，比如像董希文开国大典啊，当时这些个作品，他们并不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苏派的方法去画它。当时的党啊，对于学校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不仅用这种院系的这种调整，派军队去管理学校这种所谓的军管，即使你看党的手进到学校里这么深的情况底下那时候也不是苏派发展最起来的时候。听过一种声音
因，他是说为什么我们选择苏派，是因为我们这种共产国家的意识形态，我们的艺术是服务于广大的贫下工农、无产阶级群众的，所以我们要使用苏派这种造型、这种绘画手法来去刻画人民朴实的生活，刻画革命的伟大。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要画这些贫下工农，要画这些无产阶级，西方有没有方法来画？其实太多了。你看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写实主义，库尔贝、杜米埃这些，他们都是可以画贫下工农。包括有一个毕卡索最喜欢的这个法国农民画家勒南，还有最有名的米勒啊，画10岁、画晚岛，这些人他们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画所谓的很朴实的、很平实的、很日常的这种社会景象。那苏派真正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1949年，中共建政初期就定下了一种外交政策，叫一边倒，就是无条件的全面倒向苏联社会主义老大哥。而最后真正影响到艺术界，整个中国艺术界开始出现苏派势力的，就要回到1953年，时值韩战刚刚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好有这个闲心，有这个力气，把这个心转移到了美术身上，就是他们大量的派很多这种留学生去当时的这种共产主义的首都，去那边去学最先进的美术知识，绘画啊、壁画啊、舞台美术啊、雕塑啊。苏联这边也派了这种专家来中国教授最先进的这种知识，当时派了一个专家叫马克西莫夫所开设的马班来到中国教授这些有关于苏派的东西，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是所有的共产阵营的国家也都这样画图。其实讲到这点，就是一个最好玩的事情。苏联作为一种传播意识形态、输出革命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政权，他们可以说方方面面都想辐射周围的国家。可是当时很多共产阵营的，尤其是在东欧的国家，并没有完整 copy 苏派这个东西。李希特虽然画得很像，但李希特从来没有画过苏派，你知道吗？虽然他是东德治下的子民，但是他从没有任何一天学习过画过苏派。美术导向苏联的这一块来讲，其实东欧诸国并没有做这件事。所以我们跟你讲，李希特他是东德人，其实对于东德人而言，他并不会觉得苏联那边的写实是比我们更加优越，甚至讲一个很直接的脉络问题，就是苏联建立的学院派还有不少的人是从法国到德国，最后一路辗转到了俄罗斯的。OK， 所以等于说，对于东德的人而言，像李希特那种人而言，他绝对不会觉得苏派是一个比他们更为先进的美术知识，而这件事情反倒是在中国扎根下来。那当时苏派这样子出现以后，那些原本日法的人，他们没有说话。当我们聊到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共产政权的一种特性。对于共产政权来说，如果你今天只是画画的，那你只是一个为了建设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一个艺文工作者而已。那这里面主持不是你的艺文工作，而是要建设共产主义的那个新世界。所以等于说，在这一个条件下，在政治因素压倒一切的氛围当中，日法的这种追求，在政治这堵火车面前，完全是没有任何跟他对抗的能力的。在这里面并不是在讨论创作这件事情，而是谁更能够服务于当时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所以其实政治原因就是第一个无可抗力的因素了。第二个原因是什么？苏派是这种教育训练的方式啊，它其实本质上就是教授很多基础功怎么画。而这基础功当然啦，隐含的写实啊，教你怎么画人啊，教你怎么画手啊，等等等，可以说系统的、科学的、适合规模化产出人的一种方式，所以它让人非常好上手。那当时就有一些新学苏派的人回忆说，以前日法老师他很喜欢讲究这种悟性，讲这种感受哦。你要真不会画的话，你可以去临摹以前的某些绘画啊，你可以看看明信片啊，等等等。但他就是不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画，他没有一个法度，他没有一个规则，可以让你手把手的一步一步做到那个状态。但是苏派在这里面提供上了这个缺口，所以他这种东西先天来讲，他让更多人从不会到会，进而形成他的支持者跟群众。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玩的事情哦，就是说学完苏派啊，你的那种排他性也会变得很强。当时全世界有画画的、有点国际观、有点视野的人，他都知道绘画不是一个所谓遵守旧规则就能做到的事情。可是当时苏派他告诉你的，偏偏就是这些条条框框，就是这些规则。所以你知道学完之后会让你没有办法去看别的那种奇怪的绘画。比如就像我来讲，大学的我去了法国，然后当时一看那个马奈那个草地上的午餐，我觉得马奈那个手为什么画的没有任何一种解剖学的那种味道在 ？OK， 我觉得他
是不是乱画？我当时看马奈很多画，我都觉得是乱画，就那个东西画的肉肉的，然后不见骨也不见肌肉，让我觉得他为什么画这种东西？这就是苏派在我身上的影响。我会拿我以前在当学生的这种条条框框去用在我之后所看的那个新东西里面。所以是从1953年后，中国就一直是这样子吗？很可惜的事情是，事情开始起变化。到了58年的时候，中苏关系破裂，当时人们呢就开始在反思，或者是说开始因为政治的因素出现了很多对于苏派的批评。可是这种苏派的批评其实当时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是绘画上的批评，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批评。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这个神仙是指这两个政权之间的一些矛盾，而他最后遭殃的是下面那一个美术体系。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在批评苏派，就开始在魔改苏派。不过嘉义，你没有很好奇吗？为什么我们说他们中苏关系破裂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走回日法的传统？对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始终觉得那个是资本主义的，那个是腐朽的，你可以说落后的，那个是甚至是一个他们觉得很不屑的东西，所以他们不能走回头路嘛。而且你懂吗？就是共产主义要永远进步，所以我们学了这个苏派之后，他们反而当时做的更多的时候是去魔改很多苏派的这种培训。比如说苏派最强调是人体是解剖，可是到那个时候其实大量的去改掉这种教育方式，它阉割了大量这种关于画裸体啊等等这种培训。这个风气到了文革，人们还在批评苏派。到什么时候？文革结束之后，渐渐的春暖花开，万物复兴。那很多以前留日的、留法的，也有包括苏派这些受害者，就开始纷纷的起来。他们当时起来的时候，其实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传来的这一套美感教育是有非常大的反思的。那当时我听到一句非常狠毒但非常一针见血的评语是说，苏联的学生是一个艺术来讲，苏联学生被抽掉2根筋，一个是个人，一个是创造。这所以为什么他们的创作永远站不起来？还有当时他们一解开之后，其实就有很多人开始探头探脑，他说：“那学欧洲是不是会比较好？”比如学欧洲的古典素描的路子啊，那当然有的人会说，我们是不是要走向东方自己的传统，我们就画水墨。当然也有人他就直接走向现代主义绘画。就像当时其实有一个从马班就开始在学画，到今天是央美的一个大佬的这种泰山北斗级人物的叫靳尚谊，他当时就在这种改革思想当中在思考说，他是不是要开始画一种欧洲的这种素描，而且对于他来说，那可能是一个更加是他心之所向，觉得更加正确的一种选项。那为什么到今天苏派还是这么稳定？其实会造成今天最大的现象，跟一件事情是特别有关系的，就是1999年的大学扩招。扩招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当时原本中央美院一年是招60到70个学生，扩招之后一下到达1000人。扩招是其中的原因，还有就是当时的美术高考的赛道被挤得人满为患，水泄不通。有鉴于人口爆炸，有鉴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就业的需求等等等，很多学生当时以他们的学科成绩是没有办法考上一个大学的。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策略，那我是不是借由考美术大学，有一个术科，一种新出现的竞争赛道，让我可以有一个新的机会到达那一个大学里面的门槛。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当时学美术的人膨胀到一个非常夸张的地步，就仅仅2007年的山东省一年，据说考生一年当中达到10万人。你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人需要经历过这个东西。好了，那就要回到我们原先前一趴讲的苏派在中国本土能被接受的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好上手，它有规则。虽然他不提点你如何创作，他不讨论你如何创作，但他至少可以把这些东西建立，让这些小镇做题家，让这些考场当中的罗马可以凭着这个东西去被评分的这种东西就开始出现。这些小镇做题家涌入考场，并且苏派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你，这个东西这样画是对的，那样画是错的。而且就像是数学题嘛，请问一下，我们台湾的数学题教育是为了培育出数学天才吗？当然不是啊，它是为了培育出谁可以最快像是学桌游一样知道规则就可以上考场，它在培育你这种脑袋的服从性嘛。苏派这种打从刚刚开始就是为了服务于某种特殊意识形态的这种系统，就很适合被拿来当做这种评分系统来使用。所以是这个原因造成了苏派因着考试而重新被复活。不过你现在看也很正常啊。如果从考试的角度来讲的话，大家要考这种关于创作的事情，那是不是就很难评分？所以来，全部的小镇做题家
这就是以后你们的考本。而且再加上这个时候他们所学的书派已经不是当时最原初的书派了，已经是中华田园书派了。不管是各种阉割还是教育水准，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说以前的书派吧，不画人体，我至少画个肖像吧，画个这个1年半载去研究肖像，到了这个时候他就直接发照片。那你说啊，老师我不会画，没关系，我教你眼睛怎么画。但他这种教法就完全就是说背公式的，不是在告诉你从解剖学上的道理，根本上来说是什么。就会出现大量这种情况，所以等于说，它又跟我们以前讲书派不一样。这种田园书派正是现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地方，但其原因是因为扩招，是因为这种人口膨胀，是因为考试需求。那当代中国也都没有人抗议这件事。好玩的事情是我是在国外才遇到的，就这种对于书派的反思。因为我自己以前是书派中人，当时我在国外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中国人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因为毕竟我们有同样的教育，当时很多中国人会在法国这种当代艺术的考试当中拿了一张画得非常写实的马给老师看，然后搞得老师都非常尴尬。直到后来我遇到一个北京的哥们儿这个哥们儿他其实是这种北京的华恩代的这种子弟，很有趣吧？我们听过星二代，我们听过红二代，我们倒没听过华二代。这个北京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种群体，那他们以前就是因为在北京这个圈层里面，他们可以接收到很多非常好的教育资源。而让我最惊讶的事情是，原来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并不是一昧的被书派教育灌输。比如说我那个哥们儿，他很小的时候他就是零米开朗基罗，零达文西，就是我觉得有人启蒙是这个啊！我以前都是那种被老师说你要先画完石膏像才可以画米开朗基罗跟达文西。原来你们起点直接是那样。然后他当时所看的所有的 reference 都不是跟苏派这些底层的做题家罗马一样。你看完他们的境遇当罗马们还排着队准备进入考前班的时候，这些上三旗的花家地的老爷们，他们本身已经身在罗马了，这是他们不平等的地方。那我后来都戏称他们为花家地上三旗，花家地就是央美那个地址。那上三旗就是这种北京高级旗人的这种感觉。这里面他们的对话对象是不一样，他们就是想着我学完这个东西之后，我要出国，然后我要发挥这个所学，让这个中国艺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里面。有的人是有抱负这种使命的，然后想的都是大画廊、大美术馆，这是他们那种国际化的程度精英化的程度，会让你觉得很匪夷所思。就像是中国英文最好的群体，可能是中共高官子女一样。讲到这点，其实逐渐这种教育体系的不公平啦。这些人小时候的那种精英教育，就特别像是雅典的以前那种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啊、苏格拉底能给的那种教育，教你思辨、思考风格，然后思考这一些关于创作的事情。可是最好玩的事情是，他们从来没有预估到他们的国家如今是走向一个斯巴达的状态，就是跳舞就是问你劈腿劈得开不开，跳得高不高，唱歌就是问你高音标得高不高，然后画图就是问你写不写实，会不会做题。那其实我觉得现在你再去看你就会不禁觉得当时这些花家地上三旗的人的境遇是非常可笑的，就是说他们以为的那个理想到最后其实不值一提。说真的，现在真正在中国取得了一种民间性的非常有民众基础的成功的，还是书派及其后面所产的这些美术工作者。可是那这样听完后，书派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说它还蛮实用的。对啊，它很实用啊。很多人听到我这一期可能会想问我说，杨丽，你是不是想说书派哪里画的不好？但我必须讲了，我们频道是非常反对技巧歧视，所以我并不会觉得书派的原罪是出现在技巧这一方面。当你今天问我书派是哪里不好的时候，我必须要告诉你的事情是，书派的不好在于它根本从头到尾就没有在培养一位创作者，取而代之的是他一直在培养服务者跟做题家。可以这样讲，书派这个东西它原本出现的时候，其实就是当时的一种非常欧洲传统的一种绘画，而且是写实的。但是为什么后面还可以继续被沿用呢？主要就是因为当时苏联为了保持这一套，以去对抗西方的所谓这些进步的、这些所谓创新的、抽象的、腐败的资本的绘画。那某种程度上，这一种绘画它是被意识形态给操控的，它并不讨论绘画本身，甚至也不讨论艺术本身，更加不讨论创作本身，而是这个东西本身先天的多么服务于那一个意识形态嘛。那作为学院教育，全天下的学院教育都有这个原罪吗？其实我跟你讲个很好玩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这很妙。你知道毕卡索、马蒂斯、莫内、马奈、雷诺瓦，他们受的其实是同样的一套学院标准的训练。
啊，是哦，对啊，你会觉得那他们后面画的东西很一样吗？不会，不会，对不对？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那为什么那个西方的法兰西学院的这一套脉络，它并没有去限制学生的这种发展，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谈到苏派的时候，要你喊出几个名字，你却喊不出来？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你是台湾人，所以你对于中国那边的这种脉络不甚了解。可是全世界其他的地方的人也都喊不出来啊！你到全世界其他地方，他们会认识毕卡索，会认识马蒂斯。他们知道那些创作当中有这些典范在吗？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法兰西学院难道就比苏还没有历史吗？它就比苏还没有传统吗？它比苏还没有要求吗？不，它可能甚至要求的更多，是更严谨，甚至更严格，但是却不影响其后人可以不断站在这个肩膀上，不断往上搭。可是苏派的所有的子子孙孙，就像是好像是陨石掉下来，我们突然变成化石，然后再也不会进化的那种感觉了。它不具备这种开源，它绝户了。所以一个一个就像是一种螺，就是马跟驴子的后代。这个螺本身它没办法再产出新的螺，它没有繁殖能力，它没有往前推展的能力，它就被困在那里。所以苏派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他根本没在培养创作者。那创作者要求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要求一个创作者，第一个会质疑规则，会不断更新，需要诚实与感受，需要用新方法表达旧感受，新感受表达旧方法等等这种排列组合 whatever， 你有非常多的东西，你得自己去寻找。创作这条路本身就是去到一个以前古人没有去到的地方嘛。但是苏派一来，把所有这种创新精神全部给压扁了，取而代之的是法度，是这里面的规则，然后画到什么东西才叫做好。OK， 所以讲完之后，你就会知道啊，苏派作为一种风格来说，它不是原罪，最可怕的是它对于你脑袋的限制，它对于你的这种灌输，这个东西才是苏派的根本问题。一个没有在培养创作者的教育体系里面的基本功，你练再扎实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练再扎实，那都还只是叫基本功而已，你只是把基本功画得越来越熟的一种基本功，这就是这整个体制当中最大的问题。OK， 所以讲到这里啊，其实我们要讲就是说，所有的这种教育本身都有你可以去学习到的地方，但是你千万要注意的事情是，你是否在学完这些东西之后，仍然有一个非常开阔的胸襟，而并且具有一颗敏锐反思的心，去看你现在所经受到的教育到底长什么样子，这才是你能否真正踏入创作这个领域的关键。OK， 这是 Penniverse 有关于绘画以及画家频道，我是杨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